嗨，我是贝果。你那里现在气温多少度啦？每年天气热呢，我就特别想来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。那今天咱们就来个绿豆汤、绿豆冰、绿豆沙、绿豆糕，一条龙服务。待会儿欢迎随时把凉快打在公屏。先从一碗最质朴的绿豆汤开始吧。想要快速把绿豆煮得粒粒开花，我有2个省力省气的小方法。如果你懒得泡豆子，就用焖煮法。绿豆洗净，不用浸泡，直接丢进锅里，加8倍纯净水煮开，让豆子在锅里欢快地跳跃个3-5分钟。关火，挤进半个柠檬汁，盖锅盖，用锅子的余温焖上半小时，绿豆的馨香会被充分激发。半小时后，重新开中小火焖煮10分钟。喏，豆子开花，轻轻松松，而且全程不用看火，不用担心溢锅。如果你懒得开火，也可以选择冷冻法。洗过脚的绿豆先倒开水烫一下，泡个半小时，再直接送进冷冻冰一下，冻硬。想喝绿豆汤的时候，直接把这个绿豆冰块交给电饭煲就行。经过这骤冷骤热的几道酷刑，豆子们很快就会皮开肉绽，软软糯糯啦。盛进小碗，冰镇一下。哒哒，完美消暑的开花绿豆汤，看似平平无奇，但一碗下肚，那味道就会烙印在夏天的记忆里。做好的绿豆汤其实只要再多加一步就可以变身绿豆冰棒。玉米淀粉少量多次的加牛奶搅匀，我还加了点抹茶粉，调整一下绿豆冰的肤色。再来3大勺炼乳，搅匀，倒进微微沸腾的绿豆汤里，再完成一次淀粉糊化。我舀了一半，用破壁机搅打细腻，剩下一半直接保持颗粒，分别装进冰棒模具里，冻硬。哒啦！在双重淀粉的糊化之下，这个绿豆冰棒完全没有冰渣，咬下一口是酥酥绵绵的口感，舌头轻轻一抿就化开。我个人嘛，更喜欢这个颗粒版的，既有酥绵软糯的部分，又有颗粒分明的惊喜。做绿豆冰还剩了点绿豆沙，那可以继续用来做个今年很火的饮品。找个好看的杯子，铺2勺绿豆打底，再快点绿豆沙怼杯壁，直接倒进冰牛奶，就是1分钟搞定了懒人版绿豆沙牛乳。绿豆和冰牛奶是意想不到的完美搭配，又奶又糯，回味精甜，特别夏天。勤快不富有一点的话，也可以把牛奶、冰块和炼乳一起打成冰沙，顶上再来点浓缩咖啡，绿豆冰沙拿铁，搞定。最后呢，绿豆的吃法怎么能少了豆儿糕？绿豆糕讲究一个口感细腻，所以用到的绿豆需要脱了外衣。你想亲手给绿豆脱衣服啊？有事，祝你好运。充分浸泡的豆子上锅蒸3刻钟，到这种用手指轻捻就能碎成粉末的程度，放进料理机、破壁机或手动过筛机，加牛奶、黄油、奶粉、糖，搅，回锅，炒。蒸制的方法减少了豆子的含水量，很快就能炒到这种不沾刮刀的状态。晾凉可以手动加点绿，还是要给绿豆糕这个名字留一点尊严嘛。哒哒！你说《梦华录》里的碧见豆儿糕跟它的神似程度能打几分？这个冰冰凉凉的口感，细腻顺滑的质地，我一不小心就炫了3块。最近还有种很火的绿豆糕长这样，你们该不会想看我做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吧？配方都在这里啦。我是贝果，记得交作业，记得关注我。乍暖还寒的春天，又是重新减脂的季节，但每次吃生菜沙拉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像一只可怜的小兔兔？那今天教你们3款蔬菜沙拉，有肉有菜有碳水，减脂还能暖胃。烤箱、微波、小锅我都有准备。先用一口小锅做个15分钟搞定的日式风味蔬菜沙拉。烧半锅水，加1勺盐，下一小把荞麦面，煮个4-5分钟。煮面的空档，切个老豆腐，斩个大葱段，捞出煮好的面，不用关火，几根秋葵马上排队入锅，泡1分钟盐水浴，也捞出来。剩下的水倒掉就可以，我怎么忍心让你们洗锅呢？是吧？
锅里重新加3勺生抽、1勺味淋、1小勺盐和半勺代糖，再来1杯水，扔进大葱段，开火煮到咕嘟咕嘟，放进老豆腐，勺子怼怼平，确保汤汁没过它们的头顶。盖盖，转中小火焖煮5分钟。这会儿可以把刚才控干水分的2样食材摆个盘。我顺手铺了几张上次包饭团剩下的海苔片。焖好的豆腐在海苔坐垫上来个排排坐，剩下的汤汁开大火再收浓一点，就能作为点睛的沙拉汁。最后克制的点缀1咪咪白芝麻。哒啦！小锅版和风豆腐蔬菜沙拉。老豆腐自带孔洞，稍稍炖煮就能吸收汤汁的滋味，裹着海苔一起入口，风味更浓。咸甜口味的酱汁拌荞麦面蘸秋葵都很搭，也可以再来点芥末添点辣。这一盘算是寿喜烧风味的素食套餐，如果你还满意，那就弹幕刷个5星好评。再用烤箱做个一炉搞定的杂蔬烤鸡蔬菜沙拉。洗过澡的鸡大胸，擦干水，刮刮油，酷刑伺候，装进保鲜袋，加1勺生抽、1勺蚝油、1勺蜂蜜或代糖、盐和黑胡椒，可以再来点洋葱增加风味。用熟练的手法做个马杀鸡。除了这个经典黑椒味，我还按屏幕上的配方腌了个椰奶咖喱味儿。2块鸡胸一起打进冷宫，接着搞配菜。我选了这4样做蔬菜，这2样做主食。加点橄榄油、盐和黑胡椒招招匀。记得单独给西兰花一个小房间，它脸皮薄，容易焦。杂蔬铺进烤盘里，留出2个空隙，腌好的鸡胸铺进去。这么满满的一大盘，刚好分2顿吃完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先烤15分钟。拿出来摆上西兰花，顺便给鸡胸们刷遍腌料补个妆。回炉继续烤15分钟。出炉后，先把鸡胸晾在旁边休息一下。盘里摆好配菜，再来切肉。喏，你看这汁水。哒哒！烤箱版蔬菜沙拉已就位，再让我用1秒钟搭配一杯咖啡。1颗永璞闪萃榛果咖啡液，倒进250毫升燕麦奶中，榛果的微甜和咖啡的醇厚默契交融。烤鸡胸非常入味，水嫩感可能比微波炉版少一点，但烤过之后香气值提升了一大截。胡椒的辛辣配上蔬菜们原汁原味的清甜，肚子饱饱，胃里暖暖。还记得我教过你们的微波炉纸包鱼吗？把它变成蔬菜沙拉再合适不过了。铺张油纸，1漏洋葱，2漏芦笋，3漏菌菇小番茄，撒上一点盐，码上三文鱼，撒上它的万年好搭档盐和黑胡椒，再戴一个双色帽，从2端提起油纸，这样折2折，两边扭一扭，让它去凉快的地方歇一歇。找颗土豆，加点水，盖打湿的厨房纸巾，微波炉高火叮5分钟，中途记得翻个面，稍稍晾凉。这就是本餐碳水微波炉土豆泥。刚才的纸包送进微波炉，高火叮上2-3分钟。喏，鱼肉熟透，香得上头。摆盘时间，哒啦！微波炉版纸包鲑鱼蔬菜沙拉。想要口感更浓郁，可以用这个配方按上一集的手法搞一个手摇蜂蜜芥末汁。这回搭配一杯零糖零脂还能加快代谢的黑咖啡。鱼肉鲜嫩，番茄 juicy， 芦笋清新，土豆绵密，菌菇和洋葱提升香气，浓郁的咖啡香让人瞬间回血。工作日里也可以把蔬菜沙拉装进便当，把永璞闪萃带在身边，简单几步就能轻松 get 沙拉店40-50块钱的套餐，身体更轻盈，钱包也少负担。化繁为简，轻松生活其实很简单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当零食储备耗尽，所有外卖停摆的时候，只要家里还剩1个土豆、2个鸡蛋、1碗剩饭，足不出户，我就能实现零食自由。先用1颗土豆解锁这个气泡小薯片，
这是我家仅剩的最后一个土豆，脱外套，切小块，加点水，盖被子，微波叮一叮，捣一捣，还是熟悉的微波土豆泥。快点土豆泥，加等量面粉，再来一点盐和一大勺油，捏吧捏吧，得到一个土豆面团。贴个面膜，让它休息一会儿。擀开，尽你所能的薄一点，再拿出趁手的小工具，开始压压乐。再来排排坐，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170度烤20分钟。你看，这像不像一个旺仔小馒头？其实人家是一颗空心小薯片，少油又免炸，吃起来还超级解压。配点辣椒粉，绝对上头。霍霍完土豆，我还剩2颗蛋，可以搞个蛋香薄脆。2颗蛋，加点油，搅一搅，筛进面粉和糖粉，再搅一搅，倒在烤盘上，像这样让面糊向四周恣意流淌。你看，又薄又平整，是不是比你还听话？我家呢，刚好还有这2样存货，就来做个芝麻和杏仁的双拼口味。送进烤箱，180度烤个18到20分钟，到这种表面金黄、冒着幸福小泡泡的样子。出炉晾凉。哒哒，比脸还大的蛋香薄脆就搞好啦。吃这个薄脆呢，讲究的是一个仪式感。别看它平平无奇，蛋香超浓郁的，自带童年零食那种质朴的幸福感。嚼起来一块接一块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就算连鸡蛋也用完了，只要家里还有一碗剩饭，我就还能来个微波炉锅巴。剩饭、生抽、芝麻油、蚝油、辣椒粉，一顿抓。尝尝味道，差点辣，这回欧啦。拌好的剩饭怼一点到油纸上，再盖一层油纸，徒手按压或者拿擀面杖做个推拿，还是尽量薄一点。如果想要更圆一点，可以这样，这样，再这样。送进微波炉，600瓦叮2分钟，拿出来啪叽翻个面，再回炉，每叮1分钟，注意观察一下。我的这块正反面各叮了2分钟，就已经脱水完毕，焦香四溢。哒哒，香、脆、鲜、辣，宅家追剧必须有它。最近一直封闭在家，希望用有限的食材自制的这几个小零食能带着你和我一起解解压。但愿下期视频就能呼吸在自由的空气里啦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居家隔离的第 N 天，我刷到了这个小东西，软心 QQ 黏黏糯糯唧唧酸酸蓝莓铜锣烧。特殊时期嘛，叫外卖不如自己来，蓝莓换草莓做个春天版的。先来快速整个抹茶草莓雪媚娘。这几样东西都到碗里来，一起搅匀，过个筛，盖保鲜膜，留个小口，微波战术叮到熟透。趁热加黄油，凉到不烫手，耐心揉到充分吸收。转到台面，加抹茶粉，用搓衣服手法揉成这样绿油油。这时候扯它还不太听话，其实只是有些欠打。焦虑的时候做这个特别解压。分成30克一个的小剂子，撒点微波炉叮熟的手粉，擀它。奶油加5%糖粉和2%抹茶粉，达到纹路清晰的硬挺状态。糯米皮，挤奶油，正草莓，封个顶，捏起来，剪掉小揪揪，搞定。哒啦！做雪媚娘真的特别简单，总共也就1个难点吧。忍住别偷吃。偷吃的差不多了，该做乳酪奶馅了。
先来泡点吉利丁，让一会儿的铜锣烧更有立体感。奶油奶酪微波30秒叮软，按压顺滑。吉利丁片滤掉水分，微波10秒叮化，加进来，继续搅它。最后倒进冷奶油，加糖粉，打到半发，丢冰箱备用。铜锣烧的部分还需要我多说吗？蛋、奶、蜜、油、酒匀，筛进我的万能蛋糕粉。敷面膜，静置一会儿，要1勺面糊。组装时间。哒啦！最近的新闻总让人揪心，居家的日子也有些难熬。做了这个属于春天的简单甜点，希望真正明媚的春光快点来到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你家里也有很多胡萝卜吗？我家里有1根。特殊时期嘛，这1根胡萝卜也能做成3道菜，1道酸甜爽口的小凉菜，1道无敌下饭的小炒菜和1道浓醇绵密的西式菜，说不定还能搞出个小甜点来。先来做个酸甜萝卜条，取1/3段胡萝卜，切成女生小拇指粗细的条条。一种配色有点单调，我又从大礼包里取了点白的和绿的，来个萝卜开会。撒1小勺盐，熟练的消毒一下手，抓一抓，静置20分钟。趁着空档，按照这个配方调个泡菜水，加入我珍藏已久的小米椒，放进微波炉叮个1-2分钟，搅得白糖融化，泡菜汁就搞定啦。倒掉萝卜里杀出的水，码进消毒晾干的罐子，倒进泡菜汁，密封，放冰箱，腌制1夜就可以开罐吃啦。哒啦！胡萝卜脆脆的，白萝卜水水的，莴笋润润的，酸甜又清爽，冰凉而微辣。换个方式延长了蔬菜保存期。吃完凉菜，再来做个我家独门秘传的下饭小炒。第2段胡萝卜，切或者擦成丝，能细则细，味道更好。火腿肠，它的正确打开方式，不会有人还不知道吧？热锅倒多一点的油，下胡萝卜丝煸炒。等锅底的油局里局气的时候，加小半勺盐，1大勺水，盖锅盖，小火焖2分钟。再下火腿肠翻炒，加半勺生抽和1点糖提提味儿。如果你是大户人家，可以再加点灵魂材料。哒啦！这道菜呢，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妈妈的味道。简单的食材，简单的翻炒，但滋味绝对是1+1大于2的妙。每次做这道菜，我都能干掉白饭1大碗。根茎类蔬菜总逃不过西式浓汤的宿命。最后这一小节胡萝卜，切小粒，再从大礼包里取点土豆，做个拌，加点水，盖被子，微波中高火8分钟，叮到熟透。放进你家破壁鸡料理机、豆浆机、榨汁机，加点盐和胡椒，1点牛奶，如果存货还有黄油，味道会更妙。食物不够多的时候，就找一个超大的盘子，这不，高级感一下就上来了。哒啦！根茎类蔬菜做成的浓汤，清甜绵密而浓郁，底味里透出淡淡的奶香，配上我自制的烤吐司，假装自己在西餐厅吧。吃完了3道菜，不来个甜点收尾，总觉得不够圆满。自家的胡萝卜用完了，那就胡萝卜和坚果打成碎渣渣。好多坚果呀！蛋、糖、油、酒匀。我还有1袋万能蛋糕粉库存，加1丢丢肉桂粉，筛。别多整小山了，继续搅吧。胡萝卜碎倒进来。这个蛋糕可蒸可烤可微波，微波版最快手，蒸锅版最润口，烤箱版香气最浓。拿出我家里仅剩的最后1点奶油奶酪，加黄油，微波软化，筛糖粉，高速打发，
哒啦！湿湿润润的蛋糕体，配上微酸不腻的奶酪顶，经典的英式胡萝卜蛋糕，居家完美下午茶。我羊奶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食材圆满系列，别忘了给个3连。下一期你想看卷心菜、西兰花、土豆还是洋葱？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又到了1年1度的吃冰季节，今天就来做个冰冰凉凉的3重乳酪曲奇，酥酥的曲奇皮，绵绵的乳酪心，口感超越冰淇淋。先来整个方方的曲奇，面粉、糖粉，加入冷硬黄油，不用软化，用料理机或双手完成沙化，加半个蛋液，搅匀，变成这种小坨坨，倒在台面，掌根推挤，隔2张油纸擀开到2-3毫米的厚度，送进冷冻冻印，切成4×4厘米的正方形。当然也可以用杯子或刻模刻出这种圆圆的形状，铺在带孔布粘垫上，送进预热好的烤箱，160度烤上12到15分钟，表面浅浅上色就可以。剩下的边角料呢也别浪费，铺在一起重新擀开，就可以得到3色迷彩曲奇。要冷曲奇的时候来调个乳酪馅儿，奶油奶酪室温软化，按压顺滑，再加入软软的室温黄油融合一下。白巧克力微波炉叮化，晾凉到不烫手的时候加进来，按照2:1:1的黄金比例再融合一下，这就是浓郁丝滑的原味乳酪馅儿。在这个基础上加点抹茶粉搅匀，抹茶乳酪馅儿，敲1包冻干草莓倒进来，草莓乳酪馅儿，或者调个浓缩咖啡液搅匀，摩卡乳酪馅儿。调好的乳酪馅儿沿着饼干的周长画2圈，中间再怼上一点，盖上另一片饼干，做成这种馅料快要扑出来的小三明治，放进冰箱冷静半小时，让乳酪馅儿冷却到半硬不硬的样子。接下来充分发挥一下泥瓦工的糊墙技能，把乳酪馅儿这样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的抹平整。暂时没有获得泥瓦工技能点，那也可以直接把乳酪馅挤成这样，或者这样，就可以冷藏一下，直接开吃啦。哦，对了，这2天刚好是我和小电视的联名生日，那就弹幕生日快乐走一波嘛！哒啦，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哈。酥酥的曲奇皮，绵绵的乳酪心，饼干体松松脆脆，奶香四溢，乳酪心绵绵密密，搭配草莓的微酸、咖啡的微苦、抹茶的清新，香醇不腻。3种口味，你最爱哪一个？配方都在这里啦！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问：每天早上你留给早餐的时间有几分钟？再问：你的早餐习惯是不是以下其中一种？如果想甩掉陈年赘肉，请把以上选项抛之脑后。今天来分享几款减脂早餐的吃法，我愿称之为剩菜之王、懒人之光。早餐有15分钟的同学，可以来做个虾仁烘蛋一锅端。假设前一天你吃的是虾仁豆腐叠叠堡，那腌虾仁的时候顺手留几个就好。第2天早上简单弄点小番茄，1/4个牛油果切成片，2个鸡蛋，加小半勺盐，1点黑胡椒和1点牛奶，搅成蛋液。小锅里一丢丢油，润润锅底就可以。把虾仁和番茄倒进来，炒到虾仁脸红的时候，给牛油果腾个位置，再把蛋液淋进来。可以直接加盖，小火焖上3-5分钟，也可以先烘到边缘微微凝固，扑噜扑噜，再扔进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
200度烤上10到12分钟。这期间你尽管去刷牙、洗脸、换衣服，收拾好后它也出炉，还能省一个洗盘子的功夫。哒哒，这就是加长版的意式烘蛋 frittata。鸡蛋香喷喷，虾仁弹嫩嫩，烤过的牛油果更加软糯，小番茄咬在嘴里会一口biu汁。早餐有10分钟的同学，那就来个番茄炖蛋一锅端。假设前一天你吃的是番茄牛肉叠叠锅，那切菜的时候就顺手多整点番茄块和洋葱丁，第二天早餐又能凑一锅。一丁点油润润锅，下洋葱炒到微焦，放番茄块，撒点盐加速出汁，再加点番茄酱或番茄膏调个味。这一锅的鸡蛋不用额外打散，挖2个坑直接磕进来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煮2-3分钟，刷个牙的功夫就能一锅出。开吃前再加一点黑胡椒，哒哒，这就是网红 brunch shakshuka 北非蛋，配上全麦面包和牛奶，番茄的酸甜和胡椒的辛辣瞬间唤醒你的味蕾。全麦面包蘸上半流心的蛋黄，真是绝配。如果你只有5分钟，不想开火又不想洗锅，那就来个蟹柳蛋卷一盘端。假设你前一天没有做饭，那这边建议轻轻常备蟹柳、黄瓜和鸡蛋。黄瓜简单切丝，大早上不想动刀的话，也可以将刨成片。和第一款一模一样的配方搞个蛋液，这回不用小锅，找个有点深度的盘子，平铺保鲜膜，倒蛋液，铺黄瓜，撕蟹柳，放进微波炉，中高火3分钟。出炉后再码一片低脂芝士，芝士也是优质蛋白和脂肪，所以你瘦不下来的不是芝士的锅。提起保鲜膜的一端直接对折起来，叉子稍微压一压，趁热彼此融合。抽出保鲜膜，挤上可有可无的番茄酱，再配上全麦面包、刚才剩下的黄瓜丝和自己溜进来的小番茄，哒哒，这就是微波炉版 omelette。 喜欢蟹柳的同学，比如我本人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搭配。蟹柳鲜甜，黄瓜清爽，鸡蛋无油却依然滑嫩，还有芝士增加灵魂，我单方面给它100分。如果你只有1分钟，那不如先投2个币，我再给你个 Plan D。 之前总有人说一期3款有点少，这回我就把1周7天的搭配安排好。这些食材可以分装放在冷冻，工作日早餐随时取用，也可以周末抽点时间重复以上操作。出锅时直接把蛋饼加入全麦吐司做成三明治，或者裹入全麦饼皮做成卷饼，裹上保鲜膜冷冻保存。想吃哪一款，提前1晚放冷藏解冻，早上出门直接丢微波炉，高火1分钟叮热，再顺手带一杯清卡酸奶。就问还有比这更快手的减脂早餐吗？说到酸奶，我用这张北海牧场和罗小黑联名的萌鸡鸡奶卡兑换了冰箱里这12杯北海牧场宝石碗酸奶。我这次兑换的是白葡萄流心茉莉口味，一口下去能吃到清爽的大颗葡萄果肉，还有茉莉流心珠在舌尖爆开。关键是它生牛乳发酵还不含蔗糖，1杯酸奶的热量小于1个苹果的热量，减脂期超友好。现在上京东购买奶卡还赠中秋限定礼盒，里面这个毛茸茸的小黑有没有萌到你？还有4块不同口味的月饼，中秋送朋友和家人都很棒。京东超市99周年庆只选新上款，9月8号到9月10号逛京东超市搜北海牧场，部分商品满199减100，囤上一波血赚不亏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当买菜这件事总是想买买不到，一囤一大波的时候，有必要想点办法把蔬菜们封印起来，能续命1个月的那种，还能随时配面包拌沙拉、炒面条、做披萨，吃出各种花头。首先有请小番茄登场，洗过澡的小番茄们完全擦干水分，码入深一点的烤盘，撒点蒜瓣，撒点海盐，再尽情的加油。最好能用橄榄油，带出独特的香气，当然普通食用油也可以。确保油量浸没所有番茄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00度慢烘1个小时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拿出来晾凉去蒂，装进消毒过的罐子，再用剩余的油封个顶。
这就是充满古老智慧的食材保存方法——油封。用同样的方法，很多质地稍硬的食材都可以油封，比如土豆、花菜、西葫芦、洋葱、茄子和菌菇。封菌菇的时候可以多一步，切片后先撒盐，静置一会儿，让菌菇出水入味儿，擦干水分，码入烤盘，再重复刚才的步骤。调味：加油，低温慢烤，出炉晾凉，装罐封油，放进冰箱，续命1个月，不在话下。我这2罐跟我一起被封印了2个月。热锅舀2勺菌菇油，再丢点油封菌菇和番茄，添点蒜片，倒进煮到8分熟的意面，炒。最后只要一点生抽和胡椒提味儿。出锅。哒啦！油封蔬菜意面。用新鲜蔬菜炒的意面呢，只能说是平平无奇。用油封蔬菜炒的意面，香气值拉满，绝对惊喜。油封小番茄像一颗浓郁的酸甜小炸弹，在口中爆开来，香甜绵滑多汁。油封蘑菇爽口又软嫩，菌菇香气超足的。如果觉得油封太费油，那用油浸可以帮你稍微省点油。这回来俩彩椒，洗净擦干切条，表面朝上，放进烤箱最上层，上火调最高，下火调最低，烤上10分钟。没有烤箱的话，也可以插根筷子直接小火烤。关键是得到这种重度烧伤的彩椒，盖个锡纸焖焖透，再来个特别解压的撕皮动作。起个小锅，倒点油，小火煸香料，彩椒装罐，撒盐，最后再倒油泡起来。同样的方法，小番茄对半切开，撒调料，先低温烘干，再用油泡澡。可以做成油浸小番茄。开罐直接配面包拌沙拉，就是快手 brunch。有了脂肪的加成，蔬菜油润，甜甜糯糯，好吃程度可以提升 N 倍。只是希望下次在油封蔬菜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它的实用，而纯粹是因为它的美味。我是贝果，记得关注我。